在商业世界中，成功的生意往往不仅仅取决于产品或服务的质量，还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和能力。老板气场是一种强大的存在感和领导力，它可以赋予公司独特的能量和影响力。无论您是现任老板还是有意成为一名老板，培养和发展您的老板气场都将是取得商业成功的关键。今天将介绍培养老板气场的重要性，并提供几个实用的建议，帮助您更好地塑造自己的领导形象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？生意做得越好，越大的老板气场也越强大，而生意做得越差的老板气场也越差。听完这个结论，你可能会说，生意做得好，气场当然强大。他们能有强大气场，还不是因为他们生意做得好？有时候还真不是。我见过的老板里有身价几亿、10几亿的老板，也有创业阶段的小老板。我就亲眼见证过一个小老板白手起家，用了不到几年时间实现年入1000万，而这个老板就算在白手起家阶段，气场依旧强大，而有钱了以后则更是霸气外露。我也见过一个莆田的老板，虽然身价过亿，而且生意顺风顺水，但是气场很差，结果过了没多久，他果然就栽了大跟头，还差点进了监狱。所以气场跟生意之间从来都是相互成就，强大的气场可以帮你把生意做得更大，而生意做得越好，则可以强大你的气场。那么气场到底是什么？气场是指一个人气质对其周围人产生的影响。气场是对人散发的隐形能量的描述，它反映人能把握到的自然规律的多少。越厉害的人，气场越强大。任何物质的存在都由气场伴生。从人类的角度来讲，气场就是一个人自身散发出的能量波形式的能量圈。每个人的气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且每个人的气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人的气场会随着周围的环境、内心的情绪变化而变化，而且气场也会相互影响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气场，而社会也有气场，而社会的气场则是由社会中的人群按照千变万化的方式组合而成。所谓的社会风气，其实就是社会气场的一种表现形式。人和人之间的气场也是相互影响的。当你和一个很有感染力、气场强大的人在一起，你的情绪波动会很容易随着他的情绪变化而变化，他的存在能够自然地调动周围人的情绪和内心波动。一个气场强大的人，即使在人群中，他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，他也会成为瞩目的存在。气场强大的人，他们都具有不可抵挡的亲和力、影响力。他们的内心一般都很强大，强大到能够对别人产生震撼力，从而得到大家的认可。而气场比较弱的人，情绪容易不稳定，没自信，生活没激情，对生活、对事业没有兴趣，内心容易自卑和自怨，他的行为和言语不容易受到别人的重视，而且当他有所建议时，也容易被大家漠视或否定。当然，气场是可以改变和打破的。只要我们的认知改变，我们的能力改变了，我们的格局改变了，我们的气场也会跟着改变。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信念、我们身上的能量都是可以改变气场的。1815年，拿破仑逃离圣赫勒拿岛，带着700人回到了法国。当时的法国皇帝路易18听到这个消息，吓了一跳，大魔头拿破仑要回来了，这还得了？于是就赶紧派了第5军团的2500人去屠杀拿破仑。要知道，拿破仑虽然带回来700人，可都是老弱病残，根本没啥战斗力，而第5军团的2500人则是法国顶级正规军，所以要是真打起来，拿破仑根本没有胜算。两军对垒之时，只见拿破仑走下战马，脱掉上衣，冲着对面的士兵怒吼：“士兵们，向我开枪，朝你们的皇帝开枪！”对面的士兵呢，见过这阵势，更是被拿破仑强大的气场所征服，纷纷临阵倒戈。就这样，拿破仑不费一兵一卒地收编了部队。这就是气场，它是指一个人自内而外散发出来的，能够影响别人，并让别人按照自己意愿采取行动的能量场。强大的气场，不管是对于生意桌上的谈判，还是对于驾驭下属，都极其重要。甚至可以简单粗暴地说一句，
气场等于钱场。那么，老板该如何修炼自己强大的气场呢？老板气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，它不仅仅是一个让员工敬畏和尊重的姿态，更是一种能够激励团队并推动公司取得成功的能力。一个拥有强大老板气场的领导者，能够在企业中传递自信和稳定的氛围，从而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。此外，老板气场还能够为公司赢得客户的尊重和信任，因为客户往往更愿意与自信和有能力的领导者进行合作。当领导者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能量和自信时，整个企业将会受益，员工会更加愿意跟随一个能够引领他们走向成功的老板，并且会更积极地参与公司的目标和愿景。在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中，拥有强大的老板气场将是公司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。气场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？气场的能量不仅仅影响我们的财富状况，还对我们的整个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一个强大而积极的气场可以帮助我们在各个方面取得成功，包括健康、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。首先，一个强大的气场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。当我们散发出积极和自信的能量时，我们的外在世界会对此做出相应的回应。人们会对我们抱有更多的信任和尊重，进而给予我们更多的机会和支持。其次，一个积极的气场可以帮助我们吸引健康和幸福。根据能量学的观点，我们的身体和情绪状况与我们的气场息息相关。当我们保持积极的能量时，我们的身心健康也会得到提高。最后，一个强大而积极的气场可以帮助我们与他人建立更深入的关系。它可以帮助我们吸引那些与我们能量相匹配的人，建立稳固和互惠的人际关系，使我们的社交网络扩大，为我们的职业和个人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。了解气场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探讨一些实际的方法，如何增强我们的气场，并将其应用到我们的财富和成功的追求中。气场与财富之间的联系。气场不仅对我们的整体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，它也与我们的财富密切相关。我们的气场可以影响我们的财务状况，以及我们对财富的吸引力和获取能力。首先，一个强大而积极的气场可以帮助我们吸引财富和机会。当我们散发出正能量时，我们会成为各种财富和成功的磁铁。积极的气场吸引着投资者、合作伙伴和机会，使我们更有可能获得财富和成功的机会。其次，一个强大的气场可以助力我们克服财务困难。财务困难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负面情绪和消极的能量，进而进一步加剧我们的困境。然而，一个积极的气场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乐观、积极的态度，从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，创造财务成功的机会。最后，一个强大而积极的气场可以使我们在财务决策上更明智。当我们的能量和思维清晰时，我们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财务决策。这种决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财富，增加收入，避免金钱上的失误。了解气场与财富之间的联系是实现财务成功的关键。如何修炼强大气场？一不纠结。我之前服务过一家企业，我在调研之后发现，这家公司的销售业绩做不起来，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销售带头人不行。为啥不行呢？一方面是因为他业务能力不过关，虽然他是销售部门的老大，却没有整体操盘意识，缺乏大局观和系统思维。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人品不行，身为老大，竟然跟销售员抢单子，有时候还给销售员穿小鞋，搞得手下的人怨声载道。于是有点能力的人根本懒得在那儿待，而待着的人也基本没有了销售热情。无才无德，这种人留着过节吗？所以我就建议老板把这个销售带头人换掉。老板也认同我的看法，但是迟迟不敢下刀。为啥？因为他纠结呀，万一销售带头人走了，把客户带走了怎么办？万一他走了以后招不到人怎么办？毕竟销售带头人跟了自己好几年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，他会不会伤心？尽管老板的这些顾虑，我们在权衡利弊之后都找到了解决办法。
但他还是下不去手。纠结了半年之后，老板实在受不了，才最终把销售带头人换掉。换掉以后，老板顾虑的那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，而销售团队则士气大振，公司的销售业绩更是直线上升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同样的难题，我另外一个客户也遇到过。当时那个客户做了一个新项目，却迟迟没有起色。我们调研访谈完发现，项目没起色，最主要是因为项目操盘手能力不足，因为他根本不擅长做这类项目，于是就建议老板考虑换一个项目负责人。结果老板只用了3天时间就把项目负责人换掉了，然后又花了1周时间专门飞了一趟北京，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的项目负责人，这个项目立马就盘活了。所以你看，2个老板，一个磨磨唧唧，一个杀伐决断。第2位老板对企业的掌控力以及自身的气场都绝非第1个老板能比，所以生意越做越大。纠结的坏处在于，一方面它不断消耗你的内在能量，而被消耗的这部分能量原本可以帮你成就很多事情；另一方面，它让下属看见了你的软弱和矛盾，从而影响了你在他们心里的分量和威望。身为老板，当你面对正确选择的时候，既要有菩萨心肠，更要有霹雳手段，既要对自己狠，也敢要对别人狠。成大事者不纠结。2，内心要有安全感。安全感主要来自3个方面：钱、爱和少作恶。我问过很多老板，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慢慢有了安全感？大部分人的回答是赚到第1桶金之后。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。赚到第1桶金之后，大部分老板们的心智和事业都可以上一个台阶，因为手里有钱了，心里有底了。而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贫穷中挣扎，都是因为始终没有爬上这个井沿。有了安全感还不够，老板们还需要很多很多安全感。我一个客户跟我说，他现在基本没什么害怕的。我问他为啥，他说企业能稳定给我赚钱，我的银行卡里还趴着近1000万的现金，我在某省会城市有4套房，在某3线城市有3套房，你说我还害怕啥？那一刻，我在他眼睛里看见了岁月静好。钱是人的胆，更是人的安全感。很多人都说生意人过于物质，过于贪财，其实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。我们贪的不是财，而是安全感。我们不过是想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，让自己和家人的内心有那么一丝丝的安稳。我还真见过有个土豪老板养了3个小三，更神奇的是，那个老板把他们圈养在一个小区，没事的时候，他们3个竟然还一起打斗地主，真让人叹为观止。当然，这只是极端案例，较为常见的是，有些老板有点钱之后，就开始怀念青春，就开始拼命造，不是玩女人，就是养小三。毕竟他们今非昔比，想得到一些年轻肉体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毕竟花园大了，什么蝴蝶都有。当然，大部分的老板都不会这么干，而且根据我的观察，越是大老板越不会在这些事情上栽跟头，而且他们大都家庭和睦，对感情极为忠诚。毕竟家庭以及家庭带来的爱，是老板们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来源。再说了，如果一个人只有很多很多钱，唯独没有爱，那他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？行尸走肉是没法把生意做大的。少作恶不是不作恶，只要还在中国做生意，就没有那个老板敢拍着胸脯说自己100%干净。他们不是带着原罪从荒蛮的商业时代突围而出，就是身上带着阴影继续一路冲杀。所以江湖上有句话，99%的老板半只脚已经伸进监狱里了。这话听着瘆人，但却是实话。只不过既然选择了当老板，就必须遵循弱肉强食、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。你不跑得更快，就会被狮子吃掉；你不适应环境，就会被环境干掉。所以我从来都不劝生意人善良，我只是提醒他们少作恶。什么叫少作恶？少作恶就是守住生而为人的最后一道良知底线。不生产假疫苗就是少作恶，不使用地沟油就是少作恶，
不往食品里掺苏丹红就是少作恶。虽然这标准不高，但只要能真正做到，已然胜过佛前的无数次祈祷。安全感是老板们内心最坚硬的防线，因为有它的存在，就算他们被世界干翻100次，也依然有从头来过的勇气。3要有智慧。智慧体现在2点，其一是洞察力，其二是方向感。什么是洞察力？我说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现在直播带货很火，很多人都靠它了，赚不少钱。我身边有些朋友看见别人赚钱，分外眼红，于是一股脑就扎进去了，结果赔的内裤都不剩。还有一种朋友，他们虽然也看见直播带货很火，但是他们会去分析背后的逻辑，为什么有些人赚钱了，而有些人赔钱了，然后再决定是否入局。还有另外一种朋友，他们不仅会分析直播带货背后的逻辑，还会分析直播带货背后的生态链。直播带货短期拼流量，中期拼运营，长期拼的是供应链。自己有什么优势，能够在这条生态链中分一杯羹，然后再选择谨慎的入局策略和资源组合。第一类朋友只看见了现象，第二类朋友不仅看见了现象，更看见了原因，而第三类朋友却看见了本质。洞察力就是看见事情本质的能力。电影《教父》里有句话，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，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，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。而洞察力的习得，一方面是靠江湖阅历的积累，另一方面是靠深度思考。方向感就是战略定力。战略定力包含2层意思，第一层意思是你得有战略。很多老板是压根没战略，生意能做那么大，完全是因为胆子大，再加上时代红利，外加那么一点运气。所以当经济来到下半场的时候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咋打了，不知道怎么打，就只好盲打。他们最常关心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赚钱快的路子。于是很多人就把靠运气赚到手的钱凭本事赔了出去。毕竟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，中国经济进入下半场，那有那么多块钱让你赚？如果真有，也都写在刑法里。现在赚钱真得要耐心一点，要有走一步看10步的眼光，要有战略。战略定力的第2层意思是你得有定力。很多老板是有战略无定力，原本打算要10年磨一剑，结果一看隔壁老王赚大钱了，就坐不住了。原本打算要10年种树，结果浇水施肥几年没达到预期，就坐不住了。一坐不住就开始焦虑，就开始乱折腾，不是折腾自己，就是折腾企业，折腾着折腾着就把企业给折腾死了。这是一种病，得治。说到底还是没耐心，老板要有种花的能力，更要有静等花开的耐力。智慧就是老板们的一盏明灯，帮助他们穿越商业世界的迷雾，最终抵达春暖花开的海边。4要有力量。我有一个切身体会，同样类型的咨询项目导入到不同企业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，导致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看老板是否重视，以及老板是否有执行力。老板给力，团队卖力；老板不给力，团队就泄力。可以这么说，老板就是团队的执行力之魂。我曾经把执行力划分为5个层次。执行力的第1层是猪八戒，好吃懒做第1名，调戏美女他最行，这叫做光说不干。执行力的第2层是白龙马，师傅让我向东我绝不向西，师兄让我向南我绝不向北，这叫做听话照做。执行力的第3层是沙和尚，打得过的妖怪自己打，打不过的妖怪请大师兄打，大师兄也打不过的妖怪请神仙打，这叫做有方法有结果。执行力的第4层是孙悟空看见妖怪，他眼最尖，痛打妖怪他手最快，这叫做能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。执行力的第5层是唐僧每次留不住我，妖怪拦不住我，只为实现一个目的，向西，这叫做不干就得死，干了才叫生。
执行对他来说就是命。老板们都应该成为团队的唐僧，因为执行对唐僧来说是勇气，是本能，是梦想，是使命。问：遇事不慌，处事不惊，说话速度不快，话不多，总是最后说。这很重要。如果领导上蹿下跳的，哪来的气场？领导不乱，团队不乱。领导应该是团队主心骨，那就要有个主心骨的样子。另外，能容纳多大的事，才能做多大的位置。很多事遇到后，谁不慌，谁不急？但是领导不能，至少不能表现出来，团队才能得到安抚。说话有条理，有底气，气场要想变得强大，你就必须让人信服。这需要你在和别人交流的过程中展示你的优点。交流重要的是语言，在语言上，你要学会正确的表达，说话要有条理，在说明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也要有底气，这是你自信的表现。有气场的人一定是有自信的人。只有你足够相信自己，然后才能让别人相信你，信赖你。当你说的话渐渐变得很有威严时，你的气场也就慢慢的形成了。距离感，领导要有意识地和下属保持一定距离感。当距离感没有了的时候，你会压不住。这种情况，你只能期待下属自觉地遵守，主动权已不在你手。很多下属是没有这个觉悟的，一旦没有距离感了，什么话都觉得我们这么熟了，都会提。下属喜欢一个领导应该是敬，而不是有。各位想想，对于那些很喜欢的老领导，想到是敬重还是好朋友？因为过分的了解，没有距离，其实在弱化领导的管理权力。不纠结带来的洒脱，安全感带来的底气，智慧带来的通透，力量带来的结果，就可以让老板拥有强大的气场。而老板一旦拥有强大的气场，就能更好地驾驭自己，驾驭团队，驾驭企业，最终在商业世界里所向披靡。老板的气场是一种深刻的内在力量，它源于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自信。真正的气场并非外在的炫耀或权威，而是一种从内而外散发出的积极能量。这种能量能激发他人的潜能，并带领团队取得显著成就。不论是在商业谈判中，还是在日常的领导中，强大的气场可以帮助老板建立起一种非言语的沟通方式。这种方式能深刻影响周围的人，并以此引导他们前行。老板的气场归根结底是对自我深刻理解和积极态度的体现，是一种能力和智慧的综合。它不仅仅塑造了领导者本身，也塑造了他们所领导的团队和企业。记住，真正的力量并不来自于我们控制的事物，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控制自己。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商业世界里，培养并保持一个强大的气场，将是你通向成功的不二法门。因为世间所有的征服，到最后都是征服自己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